最爱把脸靠在你左胸口，每个心跳都是生命的演奏，在你外套里我不再颤抖，世界随我承受，你却能让我无缘由。就算我们会向真爱飘走，我也尊重严格运作的宇宙。他要我珍惜这一次拥有，你是一切理由，有泪也要勇敢享受。你就在我左右，守候黑夜白昼，我又何德何能张开手中梦寐以求？你都在我左右，紧握着双手，哪怕身躯会皱，心已被爱渗透，这瞬间已是永久。戴琳，念在我们曾经相识，放我一马好吗？就算我肯放过你，那其他被你骗过的女人呢？你觉得他们会这样就算了吗？当我在你面前把钱放进保险箱的时候，我的心里一直在祈祷，你不会拿走那笔钱。只要你不拿走，这一切都不是真的。原来这一切都是你们设计好的。你的演技不差啊，竟然连我也骗了。当文熙告诉我怀疑你有问题的时候，我是多么不愿意相信。我一直告诉自己，你也许有苦衷，甚至看到你和周小姐的照片的时候，我还在想，这应该是一场误会。你跟我在一起的日子，不是过得很开心、很幸福？我只是拿回我所应得的，就是在外面做工也有薪水拿。是你自己玩不起。你真的这样认为？ Come on， 你又没有损失什么。你到底有没有良知？我把所有的感情都放进去，我还以为老天真的对我这么好，谁知道这原来是一场梦。不是老天对你不好，是你们这些女人没有自知之明，也不好好照照镜子，看看自己的长相。你没有资格这样说我。当文熙和子豪带周小姐来见我的时候，我一直告诉自己这不是事实。可是当我看到周小姐她那种眼神，只有经历过伤痛的人才会有的，这只是心痛，是心死。我来介绍，这位是我表姐戴琳，这位就是周小姐。周小姐，坐吧。周小姐，请问你认识安东尼很久了吗？他和我在一起时不叫安东尼，当时我在一家公司担任秘书，我们在朋友的家认识，第一次见面就有很多共同的话题。这么多年来，他是第一个赞我漂亮的男人。他说，只要心地善良，足以弥补外表的不足。我们很快的就在一起了，
还开了联名户头，把积蓄都放在里面。他让我保管银行存折。我们决定结婚后就移民去加拿大。在注册结婚的那一天，安德尼没有出现。周小姐以为他发生了意外，赶回家去找他。没想到回到家的时候，发现所有贵重的东西都不见了，留下的只是一堆等着他去处理的信用卡债务。周小姐完全不敢相信安德尼会这样对她。周小姐也因为银行每天打电话到公司跟她追债，影响了她的情绪和工作。结果，她被公司辞退了。周小姐受不了打击，甚至购买自杀。我对爱情已经完全失去了信心。我的人生因为他的出现，从此变得毫无意义。你有没有想过，那些被你骗过的女孩子，她们接下来的人生要怎么过？你不知道的事实，永远不会伤害你。不知道不是更好？何必让自己这么伤心？你真的就没有爱过我吗？你不要再这么天真了，好不好？我跟你在一起，是看在你钱的份上。你真的那么在意那笔钱？你知不知道，在这世界上有一样东西是比钱更重要的，那就是爱。这是你永远不会懂，也不会得到的。我只知道，有钱就有爱。你错了，像你这种人，永远都不会知道什么叫做爱，因为在你心中根本就没有真爱。难道我真的没有资格去追求自己的幸福吗？样貌长得平凡的女人，就可以让你这种人糟蹋，是吗？我煮了你最爱喝的绿豆汤，那，你明天就要去美国了，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够喝到我煮的绿豆汤了。我只是出国去散散心，怎么说到我像不会回来似的？哎，你收拾的怎么样了？要不要我帮忙啊？不用了，没什么好收拾的，带不走的始终带不走。表姐啊，过去的都已经过去了，你不要再想了，好不好？我已经想通了，每一件事情的发生都有它的好和坏。虽然这次的伤痛真的很大，可是我选择往好的一面看。再说，他也得到应有的惩罚了。你会那么想，我就放心了。你放心吧，这次我就当这是上天给我的考验。我还是会继续去追求我要的幸福。我相信我一定会找到真心爱我的人。那是当然的，你心地那么善良，那个懂得珍惜你的人一定会出现。这一件婚纱呢，我就暂时帮你保管了。可是你不要让我等太久啊！我先去把这件婚纱收起来。你就在我左右，守候黑夜白昼，我又何德何能张开手中？你就在我左右，守候黑夜白昼，我又0868，我怎么会买成8068呢？啊，3000块就飞掉啦！
毕竟昨天没有拜拜。你想做什么吗？妈，你冷静点，我是家警妈。阿强，你想做什么？但是我真的没有办法了。阿强，你不要这样，你还有我跟家俊呢，你不可以丢下我们不管的。不要！哎，家俊！哇，你干嘛你？没事。付近3000块的是我，不是你啊！干嘛这样子啊？不舒服啊？不舒服回去睡觉。我真的没事，我还可以。放在那里吧。蔡小姐，遗址送来了吗？亲友已经陆陆续续的来了。不好意思，在送来的路上。郑先生，啊！你们不是很早就出来了吗？为什么现在才到？问他了。快来帮忙，快点！郑先生在催了，快！啊，放哪吒？来，快点，快点！不是，你不是说好再给我多1个星期吗？这我下个礼拜就有钱还给你的，真的。这个我懂了，我知道，有借还。哎呦，志军哥，你没事吧？啊，这个我来拿。没事吧？我看你精神恍惚，是不是发生什么事了？没事，只是有点不舒服。不如回去休息吧，这里有我们就行了。没关系，我可以。德树，来，我不是跟你说过，工作的时候不要把私事带进来吗？听电话不可以啊。你应该知道我在说什么。爸不久前才帮你还了3000块，你现在又去赌。你要改也要给我时间嘛啊！你是老板说什么就什么了。哎呦，你要去哪里？我去厕所大便可以吗？动作快一点！先生，我们会安排一辆载亲友的巴士。如果你觉得不需要的话，尽快让我知道。我得和其他的兄弟商量，最迟什么时候要让你们知道？尽快吧。家俊，你过来一下。到时就由他负责，有什么事可以直接和他接洽。后面是我了，大家来救我，快点！来救我！就是这，快点来救我！快点拿水啊！端端的，怎么会突然失火呢？会不会是阿嬷显灵啊？糟了！怎么了？是谁把白金拿走了？哎，怎么会发生这种事呢？好，没人肯承认，那我就报警。
郑先生，大白天应该不会有人明目张胆的偷白金，应该是这里的人。我建议大家先别离开，我们逐一搜身。啊？搜身？哎，这哇，发生什么事情啊？白金不见了，我们怀疑有人偷。偷白金，谁那么缺德啊？任何人都有嫌疑，我们可以开始搜身了。哎，不行不行，刚才福哥打电话给我，叫我马上去大白窑。德叔，等等，这样吧，我们从德叔开始。哦，哎，就是。哎，你们不会以为是我偷钱吧？这些白金是在你袋子里搜出来的，你还想说什么？哎，冤枉啊！我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啊！我肚子痛，刚刚从厕所回来，我哪里会偷你的钱呢？那你说这袋子是你的吗？是啊，但是我怎么知道这个钱会在里边呢？哦，我明白了，一切都是你们在搞鬼，你们存心纵火，然后偷白金。不是，我们不会偷钱的。郑先生，可能是一场误会，你先让我查清楚。金哥，你快点告诉他，我们是不会偷钱的。德叔阿才绝对不会这么做的。这笔钱是我亲手在他袋子里搜出来的，叫我怎么相信？你们都是福林寿板店的员工，你当然这么说。喂，哎，不要说这么多了，报警吧。明明不是我，竟然叫警察抓我。好的。福哥，我对棺材发誓，我没有偷钱。那为什么钱会在你的袋子里头？那我怎么知道呢？我是爱赌，但是我知道什么钱可以拿，什么钱不可以拿。偷白金这种缺德事的话，杀死我也不会做啦。不是我不相信你啊，偷白金这件事可大可小。你需要钱用，为什么不跟我说？我会帮你想办法嘛。不是吧？连你认为是我偷啊？福哥啊，我要怎么解释你才相信我呢？我也很想相信你。可是你怎么解释你袋子里的那笔钱？对呀，警察怎么说？警察说还要进一步调查，如果证实是德叔偷的话，就会正式以偷窃和纵火罪提控；如果罪名成立的话，就会被判刑。这么严重啊？难道没有其他的办法可以解决这件事啊？我已经跟律师谈过了，律师说，除非商家愿意撤销控状，不然……哦，真的没偷啊，说不定是商家故意陷害我们的。他为什么要陷害我们？对他们有什么好处？我们都亲眼看到，钱是从你袋子里搜出来的，你要我们怎么相信你是无辜的？早知道会发生这种事情的话，我肚子痛也不上厕所啦。德叔，是不是因为你被高利贷的人追债，所以你有意纵火，趁市做一片混乱的时候把钱拿走？你……哎呀，没有证据，不要随便猜啊！爸，我问过阿才了，阿才说他也不知道怎么会着火。我们救火回来的时候，钱就不见了。这一切发生在德叔上厕所的那段时间，真的是巧合吗？邦华，你不要诬赖我。是我欠大龙钱，我清楚的告诉你，我真的没有偷钱。你屡次赌输钱，都是爸爸拿钱出来帮你还债，我不追究。可是偷钱非同小可，我不能就这样算了。说到底，你不相信我吗？好，我马上辞职，我走人，我不留在这里，我不会损害你们寿板店名誉的。你满意了？阿德。德叔，不要这么冲动，凡事好商量。有什么好说的？现在人家摆明不相信我，我留下来干嘛？发生这样的事，谁也不想啊。西亚也不想把事情闹大，可是商家坚持要报警，他也没办法。你不要替霸华说好话啊！提起他名字我就要打人了。离远离点啊！我生气起来，我做什么事情我不知道。走走走。现在警方也说还在调查中，也许真的是一场误会呢。德叔，你不要冲动，等调查结果出来才打算吧。年轻人啊，不要这么天真啊！这个世界上有这么多误会吗？我摆明是被人陷害的，有这么多袋子，这个钱偏偏放在我袋子里边，我是被冤枉的，我没偷钱，谁相信我呢？你相信我吗？啊？德叔啊，算了算了，
我跟他们打拼这么多年，结果是这样的，是我好赌，应该给他们怀疑的。我看得出啊，爸妈早就看我不顺眼了。我离开，我不想要我离开福林寿板店就会饿死。这个女人啊，要小心点啊！你就在我左右，守候黑夜白昼，我又何德何能张开手就梦？你就在我左右，守候黑夜白昼，我又。没想到会在这里遇见你，我也来一杯。这世界本来就有很多事是没有办法解释的。你也怪我没有人情味，对吗？德叔在寿板店那么多年，我很想相信他，可是不是我相信就可以了。其实，德叔的人不坏的。我刚进来工作时，他教了我很多东西。他虽然好赌，可是他真的不会做出这种事的。我也希望这一切只是一场误会。怎么说，德叔为了寿板店拼了大半辈子，这样的下场谁也不好过。你知道吗？寿板店一直都是男人在做，生活随便惯了。德叔知道我要加入，怕我难堪，所以规定每一个员工在我面前一定要检点，要不然会被罚钱。德叔看着我长大，还处处照顾我。他现在出了事，我却什么都帮不上，还把他气走。两位看这边，等一下啊。OK， 很好，来看镜头，多一点笑容 ，Come on， 1、2、3 ，Good， 两位背靠背，一下。觉得怎么样？还满意吧？我很喜欢这件婚纱，谢谢你帮我设计这么漂亮的婚纱。有你这句话我就放心了。之前跟你谈了几次，你都说不出喜欢婚纱的款式，后来我每次看到你，都看到你打扮比较清爽简单，所以我就设计了这款式比较简单的婚纱。你真是细心，谢谢你。应该的。谢谢你们。你们真的不打算再营业下去了吗？暂时没这个打算。好可惜哦，我计划今年年尾结婚，还想找你们帮我设计婚纱呢。是吗？是啊，我还想介绍堂姐来这里拍照呢。关于设计婚纱的事，我们可以私下再联络的。那就太好了。那我们先去换衣服再出来。我帮你。恭喜你了。恭喜我什么？恭喜你的设计得到这么多人的肯定哦。那有什么用？到头来还不是一场空。这段日子真的发生了很多事，Raymond骗钱，婚纱店关闭，被银行追债，到今天完成了最后一项拍摄，我们的债务终于解决了。还好银行相信我们是受害者，不再追讨债务，要不然都不知道怎么办。别气馁，明天会更好。不如等一下我们去庆祝吧。好啊。听者有份。谁说请你去的？我帮了你们那么多，没有功劳也有苦劳，没有苦劳也有疲劳，所以你们两个请我吃饭，那是应该的。Bruce，
哎，不好意思，迟到了。我一下班就马上赶来。没关系，我帮你点了橙汁，你不介意吧？怎么会呢？谢谢。你今天约我出来是这样子的，你上次拍的护肤品广告回响不错，我觉得你很有潜质。那这一次呢，有一家红酒公司想要找模特拍广告，我有意推荐你，条件是你必须要加入我的模特公司，你有问题吗？没问题。那好，这份合约你拿回去慢慢看。合约签了之后呢，你就是我们正式的模特儿，我会安排培训和工作给你。你点那么多，吃不吃得完啊？你在替老哥心疼钱呐？你放心，只要有我在，没有吃不完的道理。吃，你是垃圾焚化炉吗？什么东西到你那边都化成灰的。你小心哦，垃圾焚化炉也有失灵的时候。我不跟你们斗嘴，我去上厕所。我这个弟弟从小到大都是这个样子，我都拿他没办法，你不要介意啊。虽然他平时看起来好像什么都不在乎，可是工作起来却像拼命三郎似的。你终于发现他的优点了。再见。嗨，没想到世界这么小。新加坡本来就不大嘛。上一次你送我一程，这是我特别感谢你的。小姐，不是吧？有问题吗？今天既然那么开心，不如吃完我们去唱 K 好不好？我没有问题啊。子阳那么好玩，他应该不会反对的。你发生什么事啦？遇到仇家寻仇。你搞成这个样子，还有心情开玩笑？我看你是被前女友寻仇吧？今天不能陪你们玩了，你们玩得开心点。你可以回家换件衣服，再跟我们会合啊。不了，今天不宜出门，我还是老老实实回家待着吧。为两位重获自由，干杯！干杯！干杯！先走了，记得冲凉啊！起来啦，上班要迟到啦。James 已经在外面等很久了，快点起来！哎，姐，你就让我多睡一会儿。谁叫你那么晚才睡啊？快要迟到了，快点！哎呀，上班很痛苦的。你要不要我叫大亲自叫你啊？嗯，快点呐，懒惰虫！坚仔，一起吃早餐了。不用了，安哥，我吃了才来。哎呀，每天要你接送阿慧上下班，不好意思，找一天我们一起吃饭。好啊，谢谢。好。爸早。你也真是的，每天都要 James 等你。不跟你说了，我们赶时间。哦，那安哥，我们先走了。好，哎，下次来记得一起吃饭啊。好啊。好，拜拜。没有一天早的。3个闹钟都吵不醒他，我想要买一打给他才有用。哎呀，二姐是懒猪吗？阿才，不许你这样说你二姐啊！哦。哎呀，你看。哎，姐姐，我们上报纸，你看。阿才啊，爸爸知道，吃你的早餐嘛。哦。一定是有人拍照提供给报馆，我打电话问一下。算了，反正是我们理亏，查到也没有用了。可是这件事都还没查清楚，他们就把寿板店的名字登出来，会影响到生意的。如果再闹下去，会没完没了啊！那现在该怎么办？
我看等郑家的丧事办完，你再去找他们谈谈啊。你就在我左右，守候黑夜白昼。罪有应得，做得好，做得好。我还要粥。妈，你已经吃了1碗粥了，你还要再吃啊？心情好，特别饿。回家后记得给你爸爸上香，告诉他这件事，他一定很开心的。妈，回了寿板店，让那姓蔡的得到报应，还你爸爸一个公道。我要快点好起来，我要看姓蔡的下场。妈，你别急，慢慢来。不能慢，我躺在这里太久了，浪费了很多时间。小心啊！我自己来。哎呀，林婆婆，你怎么这么迟啊？你看他们多么开心，你快进去听歌。怎么样，重不重？不会。哎，对不起，忘了。家俊，哎，是啊。你今天没事吧？没事就一起帮忙啊。来吧。我帮你拿。放在这里吧。是呀，新的朋友啊。我的同事家俊。你好，我叫翠萍。你好。叫老师可以了。你好。这里所有吃的呢，都是翠萍自己做的。我只是个家庭主妇，在家里没事情做，随便煮一煮。欢迎你加入我们，有空的话要经常来啊。老师是我们义工组织的发起人，我们现在有10多个活跃的义工啊。可是我们的人手啊还是非常不够，如果你有兴趣加入我们的话，我们非常欢迎的。我们去忙了，你们慢慢聊。好。好的。邓婆婆，喝绿豆汤啦。阿妈，今天精神怎么样？很好。翠婷和老师都热心助人，他们是义工的好榜样。坐在轮椅的那位叫郑秀，他旁边的那位女孩子是若哈娜，他们都是义工。他看起来很快乐，一点也不会因为自己的残障而自卑。他是我们的开心果，虽然行动不便，但还是风雨不改的来帮忙。志雄，喝绿豆汤了。谢谢大哥。慢慢吃啊。婆婆喝水。是呀，这里还有一碗绿豆汤，你拿去喝吧。你们等我一下，我去把德士开过来。家俊，下个星期再和诗雅一起过来吧，人多热闹。
好，有空一定来。翠婷，麻烦你跟老师说一声，你们不顺路，我还是自己搭巴士回家就好了。不会不顺路，多过去而已。别客气了，这里搭巴士回我家很方便的。那你自己小心一点。嗯，再见。那我们也先走了，拜拜。拜拜。鲁哈娜，志雄，小心师兄，小心一点。小心。有跌伤吗？会不会很痛？志雄，干嘛突然站起来？原来是为了礼物，那么辛苦布置礼物，怎么还不送给人呢？鲁哈娜，祝你生日快乐 ，Happy Birthday！ 谢谢。你们常来疗养院做义工吗？我是有空的时候才过来帮忙的，主要是老石和翠婷在做。他们每个星期都会在孤儿院、疗养院轮流办活动。他们两夫妻都乐于助人。老石是德士司机，虽然赚的钱不是很多，可是他会常常带孩子小康做义工。他们很亲切，对老人家也很好。老石对老人家真的是无私的付出，这里的许多老人也把他当儿子看待。老师会常常陪他们聊天，带他们去看病，甚至老人往身后充当孝子，给他们送终。能为非亲非故的老人做这些，真的难得。虽然是小康之家，但他们一家人都过得很知足，什么事都先想到别人。后来郑雄和罗哈娜也加入了，我一直都觉得郑雄对罗哈娜特别的好，原来他一早就喜欢罗哈娜了。郑雄的脚是因为车祸而受伤的吗？不是，是小儿麻痹症。不过他非常乐观，从来不会因为身体的残缺而自暴自弃，反而去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。对了，你妈妈的身体还好吧？谢谢你关心，她好多了。你就在我左右，守候黑夜白昼。转这边一点。Good。不错。Corinne 过来，我介绍摄影师给你认识。好。子阳。哎。Corinne 是我们今天的模特儿，子阳呢是我们行内最著名的摄影师，你们要好好沟通哦。Ruth， 你放心，我们一定能好好沟通的，你说是不是？是啊，我们是不会让你失望的。那很好，你先去换衣服，等一下商家来了我才介绍给你认识。酒杯不是这样拿的，4个指头轻轻的搭上去，然后分开一点，对下面小指头 ，OK， 然后主题很简单，我只是要你用很深情的眼睛望着他，很深情、很有感觉的那种，把他想象成你的恋人 ，lover， 然后把你对恋人的那份爱展现给他 ，understand？ OK， good， 来，看着酒杯。不是这样的，眼睛放柔一点，给我多一点感觉。来，感觉不好，换一个姿势。肩低一点，再多一点。OK。不是这样的感觉。大家休息10分钟。有问题吗？我已经很尽力的在配合你了。我要的不只是配合，你看这些照片，
看起来是不错，不过完全没有内涵。一张没有灵魂的照片是无法让人感动的。那该怎么办？我想是因为喝的不是真酒的缘故，自然没有办法体会红酒带给人的那种诱惑和征服。所以我建议让他喝真的红酒。没问题，只要拍出来效果好，我们都可以配合。你 OK 吗 OK。 ？Good。很好，收工。谢谢你，不客气。谢谢大家，表现得很好。谢谢谢谢。继续加油啊！你没事吧？没事。进去换衣服吧。没想到你的酒量这么浅。不要以为我不知道，你是故意耍我的。小姐，我为什么要耍你？没错，那天你一盘意大利面倒下来，我是有那么一点点生气。不过我李子阳不是那么小气的人，绝对不会公报私仇。小不小气不是你自己说的。如果不是存心想耍我，干嘛让我喝这么多酒？我怎么知道你不会喝酒？以你这样的个性，酒量应该不会太差的。不会喝酒就敢来拍红酒广告，就好像那天不会游泳也敢学别人下水，真有你的。那你是在赞我，还是在笑我？小信，以你的条件，不需要靠耍手段来争取机会的。你要去哪里？我送你一程吧。谢了，我不会再让你有机会耍我。没事吧？不要动我了。我送你回家。哎，不要喊，我什么都没有做。喂，对不起，你干嘛？你真坏，原来你是故意灌醉我的。如果你再不松手的话，我真的要亲了。亲啊！好了，不要玩了。告诉你，瞒着你，只不过是个决定。
放弃你，忘记你，只怕我无法前进。不知道为什么会如此莫名紧张你，我越了解